听说你们有一枚本镇的竹牌，不妨拿过来，让我来看看。这枚竹牌并非本镇之物。你等初来乍到，便媚地瞒天，如此存心不良，我们一刻也不敢留。族长息怒，实不相瞒，我们是陪朋友到此地来寻亲的。寻亲？是谁寻亲？寻的何人？在下白软软，为寻生身父母前来跪地。我奶娘离世前曾说，自己的家乡在空寂岭，我自幼被她抚养长大，我想我亲生父母也可能在这里。空寂岭？你奶娘姓甚名谁？我不知道奶娘的真实名字，但她姓何，医术高明。江湖上都称她何仙姑。老夫从未听过此人。不过许久前，此地的确叫空寂岭，但早在10余年前，空寂岭族人皆已亡故。白姑娘，你欲寻之人，怕是再也寻不到了。空寂岭发生了何事？为何会空无一人？听说是瘟疫所致。老夫也不知其详情。哦，对了，你这枚竹牌是从何处得来的？我们入镇时遇见一个据说是破红魔的猫面人，这个是从他身上掉下来的。司徒族长，空寂岭的族人虽已亡故，但白姑娘若能知晓其双亲的身份，亦可无憾。我们还要进京赶考，不会在此停留太久。几日之后，不管是否寻到线索，我们都会离开。还望族长能够念在白姑娘一片思亲之心，能够应允。是啊，而且我们愿意出双倍房子，不会白住的。既然白姑娘的奶娘是咱们这里人，不算外人，爹，您就容他们住几日吧。司徒家倒是轮到你拿主意了。夫人瞧着与莫心姑娘似姐妹一般，不过莫心姑娘倒是可惜了，竟没有传到夫人一半美貌。
姑娘可别拿我这老婆子说笑了。才不是说笑呢，我这个人呀，最是嘴笨。是啊，夫人这通身的气度，正是大家宗父风范，说是风华绝代，都不为过呀。对对对，真是能言善道。我见公子风流韵界，想必一定是大家公子吧？说起我们包家呢，不过是庖丁之家，所至药膳虽仅是名扬泸州，但最不济也得了王爷的眼缘。唉，不过这个世道，有点名有什么用呢？远不及做官好。夫人您说可是？你们二人如此默契神会，不知是何关系啊？我们是兄妹呀。我哥哥最厉害了，10几岁就考了功名，在我们泸州可是大名鼎鼎的才子。这回进京赶考，定能金榜题名。哥，你说是吧？话不能乱讲啊，妹妹。司徒组长，我们的事，我命人带你们去偏院安置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怎么不行了？白姑娘的奶娘原本就是本地人，不算外人。爹，你就让他们住下吧。我看他们一行都是读书人，这半夜3更荒郊野外的，多危险啊！你睁大眼睛看看他们2人的行头。你没长脑子，眼睛也没长吧？话说得这么难听，她不是你亲生女儿啊！我说行，她就行。你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莫心，带他们去偏院。那就多谢夫人，多谢组长。我也去。你不许去！哼，这边请。哎呀，我说你疯了！这群人来路不明，怎能随意让他们留住？你呀你，真是越老越糊涂。这枚珠牌明摆着源于空寂岭，这事隔多年，此物突然凭空出现，恐怕不妙。我们若想解铃，必须这行系铃人。院子里还住了另外1位客人，除了那一间，其他几间你们可以自行选择。不是说镇内不许住外人吗？怎么还会有别的客人啊？听说赵公子是开封府尹之子，家父自然不敢怠慢。哟，好大的来头啊！诸位先行休息，我帮你们去添置一些东西。有劳姑娘了。夜深路暗，小女子将这只灯笼赠与公子吧。
多谢。包大哥，快走吧。南妹妹，你刚刚说莫心姑娘生得不好看，就不怕惹恼她？还有，你为什么说自己和包拯是兄妹关系啊？就是，我看着都捏了把汗，生怕人家直接把咱们轰出去。不中听的话当然会惹恼别人，不过，如果惹恼一个司徒莫心，就捧得司徒夫人高兴，让她留下咱们，为什么不呢？你那么说人家女儿，她能真心高兴？结果很明显呀，司徒夫人对待两个女儿的差别显而易见。司徒莫心在这里的地位更像是个丫鬟，族长夫妇对待她也不太像对待亲人的态度，所以我猜司徒莫心应该不是司徒夫人的亲生女儿。你不如解释一下小白的另一个问题，妹妹。那个什么司徒多罗，一进屋就盯着阿整不放，一副花猫看耗子的吃相。还有那个司徒莫心，勾勾搭搭的眼神跟狐狸精附身似的。我可警告你，离他们俩远点儿。你要是敢红杏出墙，看我不剁了你！合着你自己作妖，反倒是我没理了。包大哥，你们觉不觉得这房间里还有别人？你们听，好像有孩子啼哭的声音。这哭声虽弱，听起来抓心挠肝的。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。去看看。包大哥，难怪啼声不止，果然有小儿在此。司徒家的人倒是心比天大，把孩子落在客房不说，还裹那么严实，怕不是要把人给憋死。阿整，你没事吧？这怎么会有一只咬人的野猫啊？你们看，无命危矣，祈请金救。看似一行求救的血书，为何会写在包裹着野猫的襁褓中呢？是妖铃声。
哪儿？他刚才明明身在此处，怎么转眼间就不见了？这是什么？是一只头骨。司徒家的偏院中，为何会埋藏一只头骨？先是写有血字的襁褓，再是这土中的骷髅头。哎呀，这个司徒家怎么阴森森的？你们说，会不会是破红魔？说不定就是他，把这只头骨埋藏在这儿的。我看啊，血书中暗指的杀手就是破红魔。一切尚是茫茫然，咱们还是先回房再说吧。走。哎，等等，我记得先前出来的时候门明明是开着的，这会儿怎么关了？哎，莫不是趁我们刚刚离开之时，有人偷溜进来了？先进去看看吧。哎，小心！包大哥，没别人啊？是谁？还不快出来！人回来了。失敬，失敬。赵某适才，听闻此间似有骚乱发生，便过来一探究竟。因无人应门，在下唯恐是幽灵作怪，便贸然闯入。谁知突然一阵阴风袭来，吓得我马着躲那儿去了。见过公子，敢问阁下可是族长家的贵客？正是。在下赵元林，乃全知开封府氏之子，师从八贤王就随庞太师，人称京城第2富贵小才子。那谁是京城第1富贵小才子啊？当然是皇上嘛。是八贤王的玉佩。听莫新姑娘说，令尊可是开封府尹呢。他若是有这种幻觉，我也是没什么意见。在下包拯，泸州人士，是进京赶考的学子。这位是白软软、展昭、南天竺。原来是包兄啊！哎呀，自从包兄破获了泸州府尹一案之后，王爷常对你赞赏有加。今日泸州第1大才子遇上京城第2富贵花，这好比是豺狼遇虎豹，咱们是不相上下。在下不才，承让，承让。彼此。岂敢，岂敢！俩人头一回见面，咋还对上暗号了？在下正好有事，想向赵公子求教，不知可否坐下一叙？自然。请。我怎么瞧着这位赵公子像把公孙策与和儿融为一体了？听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是。不会吧？那这人也太分裂了。我等进京赶考，竟未成想会在此地与赵兄相遇。
胞兄一定好奇，在下堂堂金庄小才子，为何不在京城招摇，而要来此低调？算是吧。哎，即使胞兄不问，在下也要与你说道说道。哦，5日前，家父意外收到一封血色密札，信中写道：“见字如见骸，今已幽灵归来，白骨支离。空寂岭恐将陷入屠镇之灾，吾命危矣，祈请金救。”空寂岭，无命危矣，祈请金救。家父一向不信神魔之类的诺词怪说，他怀疑此封求救是有人恶意为之，但在下却有种预感，即信中所言早早可据。随后经我一番威胁，家父终于允许我以受命私访开封府为由前来探探虚实。你是如何能够威胁尊君的？家父向来最怕我缠着他，于是我告诉他，他若是不允许我来，我就请王爷帮我在府衙谋个差事，到时我天天赖在他眼鼻子底下，一刻也不与他分开。没想到啊，堂堂全知开封府事，竟如此好骗。那看来令尊一定很信任你。哎呀，家父对我不是信任，而是嫌弃。况且我向来实话实说，所以他才会被我一下一个准。啊，那赵兄既欲前往空寂岭，为何会又来这破灵阵呢？说来也怪，除了那纸求救信笺之外，密札之中还附有一张空寂岭的地图。我一路寻来，见其所在之处竟是所谓的破灵阵。其实，在来之前呢，我已经翻查过其他地图，发现从16年前起，这空寂岭突然在地图上消失了。会不会是因为它更名为破灵阵的缘故？应该不是，那地图上既无空寂岭，也无破灵阵，就像是它如无人之境一般。难怪那人说这是幽灵种呢，咱们该不会真进鬼窝了吧？听族长说，空寂岭的消失是和瘟疫有关。不像，若真是瘟疫所致，为何卷宗上无任何记载？我猜其中定有不为人知的隐情。听说破灵阵中每年今日都会有猫灵现身，不知赵兄是否知晓其详情？说起此传言，在下也略有耳闻。据说此猫灵名为破红魔，是人形，一张脸似猫非猫，且来去无常，靠吸食血肉为生。那赵兄可曾见过其真容？未曾。敢问在下能否接纳密札一观？哦，为稳妥起见，我早已将那密札付之一炬。哎，老兄，这是何物啊？看你怎么像护着心肝似的，一直捧着呢？此物虽不是心肝，但也八九不离十了。头骨。哎呀，世上还有此等怪事！此襁褓中的字迹与在下收到的那封血书字迹极为相似。这破灵阵真是愈发扑朔迷离了。包公子，莫心来给您添置些用品。来了。南姑娘，莫心妹妹。包公子，莫心给您准备了一些用品。多谢。
我家哥哥平时听惯了大吆小喝，偶一听妹妹这般温声细语，麻得他呀腿都站不起来了。妹妹，千万别介意啊。怎么会呢？真羡慕南姐姐，一身傲骨，说话亦可掷地有声，不像莫心，如墙内家犬，虽有寄居之所，却只能窃声窃气，终生低头。自古红颜多薄命，莫心姐姐好可怜。是啊。依赵公子看，我和莫心姑娘谁更美啊？什么竹？哦，南天竹。南姑娘美。怎么个美法？美得像个妖精。张柔，你快看看我脖子。哎，包大哥，你脖子上怎有这么多肿泡啊？肿泡？哎呀，这会不会是我们刚进镇的时候被蝎子蛰的？这不像蝎毒。会不会是破红魔借着蝎子和红颜掩人耳目，趁机给包大哥下的毒啊？哟，那我得赶紧带你们去找梅娘，她是镇上的神医。好，走吧，哎，走。走。不过叫你去偏院安置些东西，怎么这么久？还不赶快回去把花搬到廊下？怎么，老娘说不得你是不是？啊？哟，这么晚了，几位是要去哪里呀？鲍公子受伤了，我带他们去看郎中。哎呦，这好端端的，怎么就伤了呢？莫心，还不快去带路？是。鲍公子。让莫心姑娘回去吧，我带他们去即可。啊，那也行，那快去吧，别耽误了。好。这就是所谓的大腹风范，女子榜样。场面话怎么能当真啊？你们别看司徒夫人这样泼辣难缠，其实她的心思简单的很，人也不算坏。这还不算坏？司徒夫人对两个女儿的态度如此不同，想必司徒莫心不是她亲生的吧？的确不是。这位族长夫人是继妻。就连多罗姑娘也不是她的亲生女儿，不过多罗姑娘是前头正室留下的，处境比莫心姑娘强多了。其实比起夫人那流于表面的难缠，我反而觉得族长的心思更为莫测。啊？此话怎讲？哪里来的尖叫声？像是梅娘家的方向。走。镖局。
凶怎么办？我的手要废别乱了！说爷娘，你快救命啊！别急，我的手，哎呦！请，梅娘，见过梅娘。园林，小桃子，燕兄，不准叫我小桃子。赵兄，他们是谁啊？我怎么没见过？哦，这几位啊是今晚镇上新来的客人。这位是包公子，他中了不明之毒，请梅娘医治。请坐吧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梅娘，你先给我治，我是靠手吃饭的人呢。哎，不就是个小口子吗？喊什么喊？我包大哥可是中毒，他还要靠脑子吃饭呢。他欺负我。让客人下来。哎，包公子，请坐。以前莫欣姐姐好像也患过一样的病症，但是都是梅娘给治好的。你们呀，算是找对人了，保管药到病除。莫欣姐姐，不知莫欣姑娘是因何而伤？那姑娘糊里糊涂的，自己都弄不清缘由。我还想问问你们，在哪里碰上此毒呢？我们刚入镇时碰见了一个据说是破红魔的人。他消失不见后，包大哥的脖子上就莫名其妙的多了一只蝎子。我料想，多半就是他下的毒。破红魔，是不是就是传说的那只猫灵啊？正是。观其伤处，我看不像是蝎毒所致，反而像是某种毒草。这药连抹3日，我再给你一瓶解毒丸。内服外敷，3日便会痊愈。好。回去早些休息，今晚就不要沾水了。多谢梅神医。梅神医着手成春，让在下想起了另一位赫赫有名的女神医。她若还在世，你二位或许会有惺惺相惜之感。是谁与我们梅神医一样厉害？是我奶娘何仙姑，她原先就住在这个镇子里，不过那时此地尚被称作空寂岭。避世避久了，心也闭塞得很。我对其他神医一概不知。其实我等为寻空寂岭而来，却见此处已更名为破灵镇，而且周边镇子上的居民也大都不知道此事，所以不知这破灵镇发生了什么变故。我原本不是破灵镇的居民，即便有什么变故，也未曾经历过。在下好像听族长说过，镇子里面的万灵秘阁中放着破灵镇志，那上面记载了此地发生的所有事情，好像就连族谱都有。那我们可以去取破灵镇志看看，说不定真的能找到阿荣姐的生身父母呢。万灵秘阁是猫灵的潜藏之处，族长已有言在先，凡擅闯万灵秘阁者将会受到诅咒，
一旦身中诅咒，将会晚节不复，说不定还会连累其他人。因此，任何人不许踏足一步。梅娘，你看我一眼。你这点小伤口都要结痂了，少来霍霍我的药。我是靠手吃饭的人呢，万一残废了怎么办？我还有这么大一个表兄要养。哎，在下怎么看是燕兄在外打猎赚钱，回家还得劈柴烧水做饭呢？你个公子哥，怎么晓得我们这种升斗小民的苦处？懒得与你分别。梅神医，您就给他一点药吧，免得他回去又续疼。好，好，好。来，拿着。多谢梅神医，那咱们就不打扰您休息了。客人先走。哼。多谢梅神医赐药，我等先告辞了。阿南，送送客人。哎，好。快点走，快点走！我最讨厌鹅和鸭了。啊，抱歉，吓着姑娘了。这位公子是？啊，在下欧石南。此间竟有如此清秀少年。欧公子果真人如其名，一笑生花呀。人如其名。欧石南是唐时从外邦传过来的一种花，听闻此花生得轻巧秀丽，玲珑剔透，与平常花草颇为不同。原来如此。日后你若再拿鼻孔看人，我便唤你小花花。什么话？那我送各位出去吧。稀罕你送。哎，小叶，动不动就是这个狗脾气，谁还能总惯着你？自己把自己惯得挺好。哎，那各位请吧。今日遇见这几位，似乎都是外姓。他们是一直住在镇上，还是暂住此地？梅娘虽是从外镇迁居而来，但也住在这里很多年了。欧石南是她的养子，自然也常住镇上。至于陶艺，我听莫心姑娘说，她是半年前住进破灵镇的。那燕公子呢？我看他很像江湖中人。燕无形是陶艺的表兄，也就比我早来了几天。现在陶艺家暂居，至于是不是江湖中人，就不得而知了。恐怕过了今晚，司徒族长就会将我们驱逐出镇。若想在此前查出阿软的身世，我们只能去万灵密阁闯一闯了。这主意好，去万灵密阁，这样说不定咱们还能找到那具白骨的残骸。可族长已经下了禁令，万一被他发现我们私闯万灵密阁，怕是不好收场。哎呀，这种不着调的禁令，若是无人违反，那他还存之何益？这破灵镇又有什么挑战性可言？哎呦，这脱了缰的家马比野马还狂呢。你才是马。放心，宝兄，查案之事全凭你做主。你有头脑，我有身份，咱们可谓是天作之合。若是出了什么岔子，在下一定会护着包兄。那就多谢赵兄了。阿润姐姐，你去不去万灵密阁啊？去，此行不去，就怕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我们陪你一起去。不行。寻亲本就是我一个人的事，万灵秘阁既然是猫灵栖身之处，肯定危险重重。我没有把握保你们全虚全伪的出来，就不能让你们涉险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更不能让你一个人去了。阿荣姐姐还有我呢，我可以保护他们呀。你或许并不知，这秘阁之中啊，一般会有机关。你一个人进去，固然灵活，但是武功再高，也可能折在机关之上。还是多几个人去，稳妥些。关键时候还能多条出路嘛。就是，我们一起去。就这么定了。我知道万灵秘阁的位置，我这就带你们去。咱们走。哎，等，你刚刚还说所有的事全凭包大哥做主吗？怎么现在就开始发号施令了？一切是由包兄做主，但至于怎么决定嘛，我说了算。走吧。走。就是这儿了。是不是破红魔又出现了？铃声一响，准备好事。你们说，这会不会预示我们进入万灵秘阁会没命啊？别自己吓自己了。他本事再大，也总难敌过我们5个人。哎，铃声怎么又停了呀？先别管声音了，咱们还是速战速决。拿到破灵阵质之后，赶快离开，免得夜长梦多。走。哎，包大哥，这锁怎么被撬开了呀？会不会有人捷足先登啊？看起来不像是被撬开的。赵兄可知万灵秘阁的钥匙在何人手中？不知，我想应该在族长手里。那现在进还是不进？进。敌暗我明，随时都可能生变数，大家小心。不知为何，一进来，我的心就不自主地慌了起来。初入血魂林时，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杀气，这里却是什么？3分妖气，4分冤气，2分邪气里还有1分灵气。说来说去，就是没有1分人气。阁外阴悠悠，阁内凉飕飕，可真不像人待的地方。破灵阵质必不会让人轻易寻得，不如咱们分头找找吧。好。
大哥，没有啊，根本就没有破灵阵制，这边也没有。我那儿也没有。世上既无妖魔鬼怪，万灵密阁为何会被诅咒之手所禁？司徒族长说，破灵阵制藏于万灵密阁中。如今门锁被开，阵制却不见踪迹，难道阵制和猫灵诅咒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吗？哎，你们说会不会有人先来一步，把破灵阵制取走了呀？门锁被打开，确实有这个可能。那他为什么要取走破灵阵制啊？我推测，诅咒之说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，而他所掩盖的秘密，定在破灵阵制之中有记载。若是这样，一定是有人将史料销毁或者藏了起来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根本并没有什么破灵阵制，是司徒家的人在撒谎。也许是司徒族长误听他人的谣言啊。什么听信谣言？我看司徒族长八成就是破红魔，那人戴着一张猫脸面具，神出鬼没，根本就没人见过他的真容。而且整个镇子也空落落的，见不到什么人，感觉好诡异。近几日据我观察，司徒族长家一带住户稀少，镇上的居民好像只与住宅附近的人来往，极少四处走动。莫说是我，就连镇民之间，也未必相互熟悉。这么多人都与世隔绝，太奇怪了。密阁中或许还有什么暗格或者暗室，我们再仔细找找。好，哎，这东西怎么会自己掉下来？不会真的有猫灵吧？我听人说，经常前往深山的猎户能看见林中精怪。哎，你们还别不信，说不定这里真藏着一只猫妖。奇怪，好难闻的泥臭味儿。刚才好像没有闻到吧？没有。猫大哥小心！这，你们看，水里有一只匣子。匣子？小心有诈！包大哥，这是什么呀？像是人的手骨和腿骨。这万灵密阁里果然藏着白骨残骸。哎，我这小嘴太神了。神不神的不知道，反正啊是够吓人的。哎，这匣中有字。无命危矣，祈请金救。这些字迹与襁褓中的血书一模一样，难不成真是这具尸骨所写？更准确的说，是这具白骨的亡魂所述。何出此言？好像是这只白骨与我通灵所致。你不妨也握着感应感应。还是算了吧。看来一时不会有什么收获，赶紧回去吧。好。
包大哥，铃铛。奇怪，这铃铛的声音既不是之前听见的那种，外观又十分陈旧，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此铃不像随身之物，应该是有人刻意放置。会不会是我们进来的时候没注意到啊？不可能，如果铃铛一直放在这儿的话，就算我们看不到，应该也会踩到啊。那就是我们进门之后有人来过。破红魔！哎，突然又不见了。方才来密阁者没有被我们察觉，可见其异于常人，或许就是破红魔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回去再议吧。好。要是大晚上独自走这条道，真能吓破胆子。我们迟迟不归，万一司徒组长察觉，去梅娘那里核实怎么办？最坏也不过是咱们带上行李跑路。我这一把剑素无败绩，若是真叫个名不见经传的族长给困住，哼，以后啊，干脆收剑念经算了。说得好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哎，司徒家现在肯定是关门了，那咱们是叫门还是翻墙？叫门吧，反正之前的借口也是一戳就穿，虱子多了不怕痒。就这么破罐子破摔不好吧？我觉得还可以挽救一下。再编个谎话圆过去，你当别人都傻呀？我觉得你才傻。等事情一了，我们就直接拍拍屁股走人。我又没打算骗谁一辈子。要我说，不如我们这就去找梅娘啊，威逼利诱，只要她肯配合，总能拖延几日。哎，南天竺说的有点道理。不过我们不太了解梅娘，这么做总归是风险太大。若是他得知我们夜闯万灵密阁的话，说不定不用等到司徒组长发现，就会主动揭发。哎，要不我们就说在回组长家的路上遇袭怎么样？是不是想想就刺激啊？哼，你心态可真好啊，找打还能找得嘻嘻哈哈的。不，此法倒是可行啊。假如那司徒组长和破红魔并无关系，说不定我们就可以瞒过去了。那万一司徒组长和猫灵有什么猫腻，那他不是一听就知道我们在撒谎啊？如果真如你所说，他就更不会拆穿我们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除了破红魔之外，没有人知道我们今晚是否遇袭。他一旦拆穿，自己的身份也会暴露，所以即便我们撒谎，他也会装作相信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哎，这铃声怎么又响起来了？声音好像就在不远处。铃声越来越急了。包大哥，小心！报仇！剑上淬了毒。破红魔！战争星梦准！小心！阿哲，包大哥，你怎么了？
不小心扭了一下脚，别我大碍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哎呀，都怪我！刚刚本想推开包兄，结果一不小心把包兄的脚脖子给推伤了。但往好处想想，这为咱们晚归又添了一桩托词。先别说这个了，那是何地？应是祭坛。祭坛，破获魔有备而来，若以他的功力，他想要潜行匿影，并非难事，该不至于将所逃踪迹暴露无邪啊。难道他有意将我们引入祭坛？难说。那我们要不要追过去自投罗网啊？要，自然要的。你可嘴下留情啊！玉溪一事已如你所愿，这会儿听你说话，简直字字诛心。这怎么能都怪我呢？像你这种冷血铁娘子，不是巴不得打打杀杀吗？再说了，为了引蛇出洞，难免要冒险涉水。有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才知山外有山，天外天嘛。比你一语成真更吓人的是，你居然还能言之有理。正如赵兄所言，不经迷魂阵，怎晓构钟情？其来之，时刻都要小心为上。天下英雄，唯使君与操耳。如今咱们800就差这一哆嗦。走吧，暴君。不就去个祭坛吗？瞧把他自我感动的。阿整，我们也走吧。走。正是此处。什么味道？啊，应该是祭祀焚香的香气。祭祀？据说每年今日，族长都会在此举行祭礼，以求安抚猫灵，庇佑镇民。哎，这是什么祭品啊？为何用纸包着？此乃纸帛，常为丧祭所用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这祭台上从未有过用纸帛包过的祭品啊。哎，这祭台上有字。哎，无命危矣，祈请金救。又是妖灵。难道这纸帛之中藏的是？看青天在上，大道苍茫，怀一份信念，志在四方。说少年轻狂，却偏爱去闯，一路妖魔，又能怎样？揭开迷离的真相，盘根错节的过往，断案何须要公堂？铁面丹青也有儿女情长，曲折离奇，我便步步推理，难情难断，我有清醒逻辑。朗朗乾坤，狂争着朝纲，不负
权贵势力纲常。花花世界，无欲则刚，却是大步不平少年郎。